跨性别啊，它本身不是一个疾病，性别焦虑啊，性别不认同啊，一种很被动的、很无奈的一种处境。就是我从高中开始的话，就是我晚上睡觉必须想象自己就是一个女生，否则我就睡不着觉，一直到现在我也是。跨性别人群当中，他们的焦虑和抑郁的比例分别是71%和70%，自杀率的比例大约是普通人群的5到10倍左右。有些孩子他是有这个药物的需要，他们接触到一些私下兜售药物的一些群体，进行一些援交的一些交易。有很多孩子对自己的生殖器很憎恶，他们就自己动手。所谓大道不长，小道必长。那么我们与其让他承受这么高的这种风险，那我们还不如给他们一个更体面的医疗的方式。1983年中国完成了历史上第一位性别重置手术。18年开始，就我们成立了专门的跨性别综合医疗门诊，多学科协作，有整形外科医生，有内分泌科医生，有一个心理咨询师，现在已经接诊过超过2500位的跨性别孩子，每年的增长率就平均在60%以上，每个门诊时间都是满的。我们一般不叫病人叫来诊者这个人群对这个性别的转变，他真的可以说至死不渝的。我们接触的年纪最大的有几位60多岁的，可能男转女的比女转男的更多一些，比例大约是3:1左右。从程序上，我第一步，精神科医生对你先有一个判断，出一个证明，你是属于这种跨性别、异性症、性别不认同这种情况，那我们才开始我们后续的一些治疗。最终走到这个性别重置手术的下体手术风险相对来说更大，它要求父母都得同意，然后是一种单身的状态，这是必须的门槛。那对你身上的一些性征的医疗诉求，你有什么具体？医疗诉求一个是下体手术，然后一个是那个喉结和声带。你觉得自己能独立面对这些困难？女性其实她经受的痛苦，其实比我一个就是直派男性其实要多了很多的。我认为这也是我得承担的代价。青少年大约占到1/10左右。有些时候青春期他对自己的一个认知还不够很成熟，我们会采取一些相对温和可逆的治疗方式呢，就青春期阻断。就是比如说他胸部发育月经这些先停止一下，体验一下这种状况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也有很多非医疗的手段，现在家长科普就是我们的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接纳这种多元化的存在。哪怕风险大于收益，你都要这么做。你怎么知道风险大于收益？你能替我评判吗？对，但是你也不能，你现在也是很不是我们现在很那个什么。我们现在不争论这个反正你认真思。我还记得有一个家长分享说这孩子天天在家里头一声不吭，跟木头人一样。他那天就陪孩子过来看，叫号系统叫到的孩子的名字的时候，那个家长就突然发现了孩子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就感觉突然就有了光了，让家长好像也明白了一些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主要的传达的一个就是给他这种希望你看这个现在有我们了，我们可以帮助到你了。联合国开发处统计了亚太地区性别不认同的是3/1000，按照这个比例来计算的话中国大概有400万人。其实大多数国家没有考虑到给这个人群更多的选择和空间。超过2/3的人他们会尽量避免在公共场合去上厕所，在大学里头宿舍只要有条件他们自己在外面租房住。各种的表格它只有男性女性2种选择，他们就很困惑。2-3年以前有过一件劳动仲裁案，法院的结案陈词里头记住非常有力量的一些语句。我们现在看到了社会当中有跨性别这个人群的存在，对他们的理解不是一个很短期的过程但是我们应该包容这个社会多元化的现象的一个存在。我感觉也是对这个观念的一种认可，对大众的一种呼吁同行他会问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这其实还是一个负经济效益的项目。人一辈子总还要希望实现点自己的价值嘛，很热门大家都在做的领域，那其实大家都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总有一些大家不愿意做的但是又需要人去做的事情，那我觉得我就做就挺好。